奇妙。你羡慕他的情调，像傻羡慕温室的牢靠，是却享受不了风自由的怀抱。牛奶替代不了面包，就像哭替代不了笑，其实是虚荣戒不掉，才会忽略每个人不同的好。完美是一个目标，有谁能够全部做到？可知道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心事烦恼。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你不是说还给世轩了吗？为什么还在这里的？他没拿回去，我就暂时保留了。干嘛？你不信啊？世轩全都告诉我了，他还把你当成那个救过他的小女孩。不是我刻意隐瞒，是他误会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？你真的希望我老实跟他说那个女孩就是你？那当初你要我帮你还的用意是什么？你的目的还不是因为你不想让他看到你的样子？我不说出来，还不是为了保留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。要是他知道是你，你说他会有什么反应？别说印象破灭，可能还因此而产生压力，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你。他还会像现在一样当你是朋友吗？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这可能只是你的假设。姐，你对他是不是存有幻想？我没有。这就是嘛。女人的外貌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，更何况对方是一个男人。其实你应该感激我才是，因为我让世轩永远保留当年那个小女孩在他心目中完美的形象。还给我。怎么样？如果感到烦恼的话，就去找他喽。找他干嘛？跟他说清楚啊，当年救他的小女生就是你。还是不要了。你怕什么啊？现在男人不一定看外表的。可是内在的美要等很久才看得到的。现在就开始让他看清楚，走。现在就全靠你了，进去吧。喂，真的要进去见他？要不然，喂，你去哪里啊？门在那里呀。算了，新辉说的对，女人的样貌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的。他有哪一次看到你是情绪低落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跟他说清楚了，会不会连朋友都没得做？他不要跟你做朋友，你想要干嘛？走啦，晶晶，晶晶啊！哎，你来了，快跟我来呀！来。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刚好路过。你想学滑雪啊？我笨手笨脚的，学不来的。我连单脚的人都能教会他滑雪，你说有什么难倒我的？你要教我？反正我现在有空啊，我就免费收你这个徒弟。我很笨的，学不来。哎，等等，转个圈子啊！咦，不错嘛，你还不是我遇过动作最迟钝的那一个，
我想你一定能学会的。走吧。OK， 你现在已经学会基本功了，我们现在到上面去。一步步来哦，加油，加油！一步步来哦，不要急，还可以吗？我真笨，我跌倒的姿势一定是很难看。每个人跌倒的姿势都是一样的啊。我怕找到你的招牌。这一点你放心，你绝对不是我最笨的学生。你等我。来，你学的真快。你终于笑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没有，我没有心事，我只是第一次滑雪，心情紧张罢了。有点言不由衷，以为你都能懂。背对你的目送，是因为泪太重。原来太理智，只会新慧，你来了。让自己更伤痛。姐，脚受伤了啊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他刚才滑雪的时候不小心扭伤的。严重吗？你的脚上肿了，不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很快的，你等我一下。没想到你对滑雪也有兴趣啊！你放心好了，我什么事都没有跟世轩说。张馨予，你的脚受伤啦！晶晶，你扶我回家。看你的样子，一定是没有告诉他了。哎呀，刚才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怎么不告诉他啊？我已经想通了，其实像这样子做个朋友也蛮好的。你不是还在担心告诉他连朋友都没得做吧？你怎么那么没自信啊？难道你就不喜欢他？我不知道，世间的人很友善，是个好人，跟我相亲见过的那些男人比起来，真的是强太多了。那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有自知之明，世轩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，才能毫无约束的跟我做朋友。你妹妹出卖你，你一点都不生气吗？就算新会的出发点是私心，我也只能祝福她，能不能跟世轩发展下去，只能看她自己了。那你自己，以前在学校，新会永远是人见人爱的校花，而我只是人家眼中的笑话。有些东西我是永远比不上新会的了，我根本就配不上世轩，他跟新会在一起才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哎呀，不要再烦我了啦！真是自卑的气死人了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说到底，自信最重要。新慧啊，你姐怎么不等一下？他不想麻烦你，跟晶晶先走了。我觉得你姐有点不妥。什么不妥啊？她好像有心事。是吗？他跟你说了什么啊？什么都没说。没听说过他对滑雪有兴趣，怎么会跑来跟你学的？是我建议的，反正我今天有一点时间。
我想他大概是为了妈要他相亲的事烦吧。相亲，他常常相亲的。对啊，相亲是他的终身大事啊。你妈急着把她嫁出去。我妈整天对他唠唠叨叨的，不烦才怪。对了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？要是你想请我吃饭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有个日本著名的能剧艺术团来本地演出，我订了2张票，有没有兴趣看呢？当然有兴趣啊，这个剧团很难得来这里表演的。我正想去买票，你竟然还比我快一步。那就这样说定了，到时见。好啊。那没想到你对日本传统戏剧也有兴趣啊？我一向对日本文化和饮食很有兴趣的。姨婆说啊，她把新宇的照片啊拿给姓陈的父母看了，他们都很满意，看来要安排个时间给他们见个面了。哪一个姓陈的？就那个陈什么坤啊，我有跟你提过啊，姨婆也极力推荐呐。对方啊虽然是年纪大一点，不过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祖屋啊也供完了，退休后还有一大笔公积金，将来的生活就不必愁了。新宇啊，你见过了那个人了吗？我就是要安排他们见个面呐，对方一点意见没有，我看这次不成都难了。他没有意见，不代表我们没有意见啊。最重要的是要新宇同意才行啊。老爸妈，回来啦？吃过晚餐了吗？跟朋友吃过了。是不是更要好的男朋友？是不是还言之过早呢？不过他的确跟其他追求我的人不同。这么说啊，你对这个是认真的啦？人家说啊，您要好苹果一个，不要烂苹果一篮哦。你要好好把握。妈，什么好苹果烂苹果？你以为到巴沙买水果啊？那就快带回来给我们看一看啊。实话都没一撇。我吃饱了，爸，我拿点汤给安莎。好。记得啊，跟陈先生见面啊，我安排在这个周末哈。好了好了，吃饭了。知道了。姐啊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没有，我没有在生你的气。我跟世轩交往是很自然的，你不要以为我在抢你男朋友。我没有这样想。老实说，如果我不喜欢他，他也不可能会追求你的。就像妈说的，每个人都希望拿到好苹果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在说你是烂苹果，我是想说，如果没有我，世轩还是会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的。你多心啊！我知道自己长得丑，世轩是不会选择我的，我从来就不敢这样想。你在说什么？妈，我到药店去了。夏枯草、桑叶，加入菊花，再煮3分钟，再用冰糖或者是蜂蜜调味就可以喝了。而且注意饮食，少吃辛辣油腻食物，多喝水，多休息，就可以提高免疫力了。谢谢你，5块钱，谢谢。哎，我拿了汤，趁热喝吧。谢谢你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哦，切药的时候不小心。你是玩小事吧？你在想菲菲啊？她有没有来找你？如果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，想也没有用的。都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说不想就不想呢？也对，东西跟着你久了都会有感情，更何况是一个人。放心吧，我会看开点的。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啊，有什么心事一定要说出来，不要闷在心里嘛。我叫新慧把那个纪念品还给他了，秦世轩，结果他把新慧当成是那个救过他的小女孩。新慧有没有跟他解释清楚啊？他说一大堆理由，可是我知道他有隐瞒真相。你妹妹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？其实世轩的条件很好，新慧喜欢他也是很正常，不需要找这么多借口给自己解释。他是不是把你当成竞争对手啊？我为什么资格当他的对手啊？更何况她是我妹妹。你还生他的气啊？从小到大，他喜欢什么东西我都会让给他，就算是我很喜欢的东西，我也不会跟他争的。他有需要防备我吗？也许对于感情的事，人都会自私点的吧。
还有啊，我妈整天唠叨我相亲的事，很烦啊。不喜欢那就安排，就告诉你妈嘛。我知道我妈有苦心，谁叫我长得丑？如果不去相亲的话，哪里会有人要？丑不丑没关系啊，总比我好啊。我是蠢，我女朋友跟人家走了，我最后一个才知道。你说我蠢不蠢？至少你曾经爱过我，连恋爱的滋味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开心的时候没人分享，悲伤的时候又没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。准备 ，5、4、3 ，Action！ 艾琳，醒醒，醒醒！我刚才看到史蒂芬跟一个女人抱在一起。你怎么会晕倒？看，很好。现在从这里开始，然后你给畏惧。OK。准备 ，Action！ 为什么坐在这里，不回去酒店房？我的房间给那个女人霸占了。我的行李呢？我行李不见了，我钱、护照，所有东西都在里面。为什么会不见？怎么这样不小心的？喂，行李是我的，又不是你的，你干嘛那么急啊？我不能忍受我的国家受到这样的耻辱。妈，我不是哭，我是太高兴了。你不用担心。你仔细想想，你的行李箱到底放在哪里啊？一定是那个男人。刚才有人跟我搭讪，可能在我晕过去的时候偷了我的行李。是不是个子高高、满嘴胡塞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喂 ，OK， 看，新会可以收工了。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你演得真精彩，我差点就被你感动了。谢谢。为什么不问我怎么会出现呢？没什么兴趣啊。我想约你吃顿饭，就不知道你想不想约。不好意思，我约了人。男朋友？你想暗示我你有男朋友，要我知难而退是吗？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就算男朋友是思轩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有些戏虽然还没播完，可是观众已经知道结局了。戏要峰回路转，才叫精彩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要收拾东西。那我改天再约你好了。我约了朋友看演出，不回公司了。哦，那我陪你吗？不用了。什么人来的？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。死东骨头，还戴 sunglasses， 我很刺眼吗？你是江心怡吧？谢谢。哇，什么男人来的？又迟到又没有礼貌。我的车停得很远，走过来有点口渴，要喝再叫吧。不用了。这附近要找个停车位还真不容易啊，能省则省嘛。我不是因为这样才迟到的，而是你们这些女孩子都有迟到的习惯，我不喜欢等人。这么大男人主义，完全不尊重女人，怪不得找不到女朋友。我们大概都知道彼此的背景了吧？那废话就不用多说了。
我妈看了你的照片，还挺喜欢你的，我是无所谓了。是你找老婆还是你妈找老婆？你别遮遮盖盖啦，基本上我对你没什么意见。女人都是没什么分别的，不管美丑，进了房关起灯，还不都是一样？你说话也太直接了吧？我为人很爽快的，有话直说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也知道今天见面的目的。年轻人那套吃饭、喝茶、聊天、联络感情，都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。要联络，我们婚后大把时间联络，你说对不对？不结婚的话，不是全部都省了吗？对我来说，结婚只是为了传宗接代，你只要多帮我生几个孩子就行了。我又不是生产机器。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订婚。什么？我就一个条件，婚后我们跟父母同住，你就负责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。我爸行动不方便啊，对了，你是学中医的，那你以后就负责照顾他吧。果然是精打细算，医生跟女佣的钱都可以省啊。早上你要第一个起床，晚上要最后一个睡，还有，在1年内一定要帮我生个孩子。男的女的，我倒是无所谓啊。你呢？我有所谓。对不起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喂，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决定啊！大男人主义，斤斤计较，把老婆当女佣和生产机器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？女人要出来相亲已经很惨了，还要受这种男人的气，做女人做得像我这样，真的是很失败。眼前也不是没有好男人，只可惜……算了，还是别见面，省得麻烦。心瑜，那么巧啊！你的脚好一点了吧？好多了，谢谢。希望你不要有恐惧症啊，因为滑雪是一个很好的运动。要是你想学的话，随时来找我。我最近比较忙。再忙也要吃饭吧？哎，不如一起吃顿饭吧。我看不了。是我弄伤你的脚的，就算是向你道歉吧。你不会连这一点面子都不给吧？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我的肚子在打鼓了。走吧。听说你妈常常安排你相亲啊？是啊，刚刚就跟一位陈先生见面。结果呢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多问你的私事。没关系，这已经是我第19次失败了。我觉得你不用太勉强自己啊，总有一天会找到适合你的对象。你放心，我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，可以承受任何的打击。我觉得你对感情的态度好像很悲观。我只知道，不去相亲的话，将来嫁不出去，就会成为亲戚朋友们的笑柄，家里的奇观。会吗？现在还有那么保守的态度啊？至少我妈是这样认为。其实我并不排斥相亲，也算是正常的社交活动。我问你，如果给你19块石头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用来建墙的话，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；用来造桥的话，说不定可以通往感情的另外一端。蛮有道理的啊。可是我的条件已经一次又一次的降低了，还是不能完成我妈的心愿。也许我的桥永远到不了另外一端。
吃啊，吃啊。你是谁呀？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因为我是你的守护神。守护神？那个每次送我礼物的人？是啊，是啊。你不要担心，我是不会让别人伤害你的。不要碰我！救命呀！救命！不要碰我！你不要叫，因为是没有人听得见的。我把你带来这里，就是不想那些男人靠近你，因为那些靠近你的男人都是坏人。我要把他们杀，一个一个的杀掉，好不好？守护神，你对我最好的。我现在肚子有点饿，你可不可以放开我，让我自己一个人来吃啊？你说你是我的守护神，对吗？你不会让我饿着肚子的吗？好，我是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吃啊！是啊，为什么不吃？是不是要喂你？不用了。你不喜欢我？不是，不是的。幸会，你是我的，你是属于我的。是啊。不要！你嫌弃我？没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我的守护神，你不会生气，你不会生我的气的。守护神，我不应该生你的气的。我现在吃不下，我想喝水，你能不能帮我买水？我现在就去跟你买水。的话就会让人猜测，说的好听是女强人，说的难听就是老姑婆、老处女。但是男人没有女朋友，也会被人怀疑他是同性恋。等一下 ，Hello。喂，心雨呀，你跟那个陈先生见了面之后，觉得怎么样？他的人品好不好？他没有嫌弃你什么吧？妈，等我回去再说好吗？我知道对方的年纪是大了一点，可是你自己也老大不小了。如果还可以相处啊，就不要再挑三拣四了，知道吗？妈，我现在不方便说话了，就这样啊。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没关系，又是我妈。我接个电话。你打电话，你打电话报警！你们女人都是随性摇摆的。我对她这么好，她还跟别的男人上床。还要跟我分手？你跟那个贱女人一样，你们都在骗我。我对你们一片痴心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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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像我？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我求求你，
是你逼我的。发现有我演出的 DVD 海报。新慧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遇到变态影迷，难怪联络不到你啊！我刚才打电话给你，你为什么不听？有吗？我不知道是你打来的，我为什么要打来的？你们怎么会在一起的？刚才在百货商场碰见新宇，跟他吃了一顿饭，接到你的电话，马上就赶过来了。Sir，我们赶到江小姐所指的案发现场调查，那里已经没有人了，现场只留下些血迹。那个人神经病的，你一定要把他关起来。江小姐，我会根据你提供的拼图寻找那个非法禁锢你的男人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自己出入要小心，我们担心那个人还会来找你。有消息的话，我们即刻通知你。好啊，谢谢。世轩，对不起啊，没办法陪你去看演出。没关系啊，我送你们回去。这个新宇也真是的，从下午出去到现在没有打个电话回来。你说他们吃了饭会不会去看电影啊？大概会吧。啊，新慧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新慧被变态影迷囚禁了几个小时。你有没有被侵犯呢？有没有报警啊？伯父伯母啊，你们放心啦，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警方呢一定全力搜捕嫌犯的。你是？他是我朋友秦世轩。秦先生，谢谢你送新慧回来。不用客气啦，你叫我世轩就好了。你跟新慧是同行吗？不是，我是在水宫当滑水教练的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也不是很久啊，不过小时候呢，我们见过面的。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妈，你在做户口调查。我只是顺便问问。帅哥美女，他们才是天生一对。新慧啊，你好好休息，睡个觉起来呢，什么都忘了。明天再打电话给你。伯父伯母，我先走了。你是不是在跟他交往啊？这个年轻人一表人才，看起来很不错。他肯定不是为你而来的哦。新慧啊，老爸看得出他对你挺关心的。你们扯到哪里去了？你刚才是故意按掉我的电话。我真的以为是妈打来问相亲的事，我怎么会故意按了你的电话呢？因为当时你跟世轩在一起吃饭，所以故意按掉我的求救电话。绝对不是这样的，更何况我并不知道那是你的求救电话。更可恶的是，你已经知道他约了我看演出，却故意约他吃饭，就是为了阻止他跟我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去那里是跟陈先生见面，我没有想到会碰到世轩的。这么巧？你们俩姐妹怎么啦？我没有这种见死不救的姐姐。你在说什么？新宇啊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我刚才被疯子囚禁的时候，好不容易找个机会打电话给他，向他求救，可是他就是不听我的电话。绝对不是这样的，我并不知道那是你求救的电话，要不然的话，多危险我都会去救你的。在老爸和妈的面前，你当然这样说。新宇怎么会不听你的电话呢？因为他喜欢秦世轩，他以为我夺走他心爱的人，所以向我报复。我没有。新慧啊，新宇怎么会跟世轩扯上关系啊？姐小时候救过他，可是世轩现在喜欢的人是我，可是他就是不明白，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你以为我不存在，他就会选择你吗？新宇，这样你就不对了。世轩跟新慧好好的一对，为什么你要介入他们呢？
爸，你也认为我？新宇啊，新慧怎么说都是你妹妹，你抢她的男朋友，人家会当笑话的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去睡了。原来你的心跟你的人一样丑陋，可是你是不会得逞的。你想想世轩的背景，他怎么会看上你？我知道你是很喜欢他，可是你这一辈子是没有希望了，因为我跟他已经开始交往了。哼！你不要以为我没有人要，陈先生正在等我的答复呢。有点言不由衷，以为你都能懂。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哎，你们来了！哎呀，陪我庆祝啊！我要当新娘啦！不多了。没有，我很开心。那个陈先生说他要娶我。他说女人关起灯来都是一样的。不要因为负气而做决定，要不然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我一生下来就是注定这样的命运，有什么好后悔的？要不要结婚你自己做决定，不喜欢他可以拒绝人家的。拒绝了一个，第二个还不是大同小异。我能够像新慧一样吗？我没有得选择的。我去相亲，他们都嫌我丑，丑得像鬼一样。我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吗？你有我要的，我没有得选择啊。命运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。有些人一生出来，生命就多姿多彩；有些人就要默默地承受一切，不管你想不想、愿不愿意，你都要去面对。我不介意为家里付出，受委屈我也无所谓。可是为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我？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子捉弄我？这些你跟我说，我都明白。如果我知道他有危险，我会不去救他吗？她是我妹妹，我怎么会故意不听她电话？连这点他都不相信我。从小到大，他要什么东西我都让他，什么事都帮他做。他开心，我就很开心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？我长得丑，不是我想要的。他为什么还要在我伤口撒盐呢？我真的很难过。你要这样吗？她长得比我漂亮，比我强，比我聪明，我有什么本事跟她斗？我从来就不敢奢求什么，我只要开开心心的生活。老天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要求都不给我？吓死人了！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？你睡不着啊？我只是胸口有点闷，可能刚才喝酒喝多了。借酒消愁，愁更愁。你不累啊？
你睡不着，我陪你啊。哎，你帮我开灯。现在的心情还看得下书吗？看完了，明天就还给世轩了。怎么不看啦？算了，我明天就把书还给世轩。为什么不留下来做纪念？不了，我不想我妹妹又误会我有什么企图。她对你的态度这么差，你还处处为她着想。她怎么说都是我亲妹妹，我也希望她过得幸福。那你自己呢？家和万事兴，只要我妹妹嫁到好人家，我爸爸妈妈就会开心。至于我呢，只要我的家人开心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喂，要是你和江心慧的身份调换，秦世轩就会喜欢你，你也不用这么辛苦啦。别说傻话了，快睡吧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为什么不叫我？我看你忙，不想打扰你。送给你的，这代表我浓浓的谢意。感觉巧克力是男生送给女生的。谁说的？谢意是没有性别之分的。你的外套，哇，这样急着把一切都还清啊？我把最重要的留在心里啦。你今天看来精神很好啊。当然啦，我心里感觉到很温暖，昨晚睡得很好，早上一起来，所有恐惧都没了。谢谢你。你又谢我？也许你没有想到，你关怀的力量对我的影响有多大。今天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我请吧，算是补偿昨天晚上我们错失了那一场演出。那是不是由我决定吃什么？嗯哼，不过我暂时走不开啊，我还有1个小时的课。我等你。OK， 待会见。嗯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把书还给世轩。还书不会是借口吧？想借机会来找世轩？我来还书就是不想让你误会，是吗？说你别有居心一点也没错，根本说一套做一套，口里说不会迫害我，可是现在又跑来找他。就算我求求你，不要再烦他了，好不好？他对你友善，当你是朋友，是因为同情你，不想伤害你自尊心，你明白吗？你说够了没有？不准走！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就不要走。没话说是吗？那我走了。为什么不说话？跑那么快，你心虚啊？我没什么话好说的。不准走啊！我不相信你没话说。你有完没完？A passing shooting stars, a blessing in the night, but it's only for